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菲律宾公布4处对美开放的军事基地。自从2月份菲律宾宣布向美国开放更多的军事基地以来呢，美军是大喜过望啊，紧锣密鼓地开展了对这几个军事基地的选址和调研。根据有关媒体的报道，位于吕宋岛主岛上的基地有4个，分别是卡米洛奥西亚斯海军基地、拉洛机场、梅尔乔德拉克鲁斯营地和伊莎贝拉基地。从地图上来看呢，这4个军事基地有3个是针对台海方向，有1个是针对南海方向的。媒体普遍认为啊，如果中美之间真的因为台海问题而发生战争，这4个军事基地都会发挥重要的作用。不过啊，菲律宾全境距离中国大陆都不太远，上面所说的几个军事基地基本上都还是在解放军弹道导弹或巡航导弹的射程之内。即使不考虑陆基型号，解放军用052D 或055型驱逐舰携带对陆攻击导弹，在南海也可以覆盖这些基地。南海岛礁基地上的地对地导弹部队、航空兵部队也可以对这些基地进行有效的火力覆盖。虽然看起来吕宋岛的纵深和后方的条件比我们中国的岛礁要更好一些，但是菲律宾作为一个经济发展滞后、基础设施薄弱的国家，未必能够给这4个基地提供有效的后勤支援。对美军来说，从本土把后勤的物资、弹药、油料万里迢迢运到菲律宾来，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后勤线路太长的问题。所以，如果中美真的打起来，这4个基地的作用仍然是有限的。他们对于中国的威胁主要在于平时，在于对美军在南海碰瓷行动的支撑。由于第一岛链的存在使解放军前出太平洋的活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在台湾的南北两侧分别是宫古海峡和巴士海峡。在宫古海峡方面，美国和日本依托冲绳基地和琉球群岛能够实施相对严密的海空监视。但是在巴士海峡方向，美国在撤出菲律宾克拉克和苏比克2大基地之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在菲律宾驻扎海空力量了。美军对巴士海峡的监视能力是比较薄弱的。现在美军重返菲律宾，并且选中了吕宋岛北部的这几个基地，很显然就是为了解决对巴士海峡的海空监视问题。我们相信美军一定会优先把先进的 P8A 反潜巡逻机、美国海军最新型的无人勤侦监平台 MQ-4C 无人侦察机部署到这几个基地，严密的监视这个重要的海峡。无论是解放军的作战飞机、航母战斗群以及核潜艇，不管是从宫古海峡还是从巴士海峡进入太平洋的话，都要处在美军的严密监视之下了。可以想见，今后解放军同美军在宫古海峡、在巴士海峡以及南海的斗法将更加的激烈复杂。在过去几年的海空斗争当中呢，我们已经摸索和总结出来一套对付美军海上流氓行为的办法。美军多次指责解放军战斗机飞行员的动作不专业，这实际上是他们遇到危险时候的说辞。解放军的飞行员呢，发明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战术战法，比如空中投放干扰箔条，让美军及其同伙很是忌惮。俄罗斯空天军最近在黑海上空拦截美军的 MQ-9 无人机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俄军飞行员用高速接近、尾流干扰、空中放油这些手段，在没有实际接触的情况下，成功的将美军的 MQ-9 处置坠海。随着中国东海、南海战场建设工程推进，在巴士海峡方向呢，依托大陆，解放军的海空作战条件比美国人还是要好多了。在南海方向，我们的岛礁是按照大型海空基地的架构来设计和部署的，拥有完整的预警机、海上巡逻机加战斗机的组合，特别是空警500预警机，可以让解放军有效地监视美军舰机的行动。严格的说，解放军对美军在菲律宾开设的4个新军事基地有足够的手段来进行压制的。吃亏最大的实际上是提供了基地的菲律宾一方。美军给菲律宾呢，不过是出租基地的几个租金，远不如中菲开展贸易给菲律宾带来的收益，更不可能和“一带一路”倡议能够给菲律宾带来的好处相提并论。
思路决定出路，眼界决定命运。菲律宾在历史的关头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付出的代价是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机遇。好，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